大家呢，如果嚟琉球呢，好多人呢都會嚟潛水啦，做戶外嘅活動啦。咁今日呢會同大家呢去玩一個呢室內嘅活動，咁呢就係整呢個手作嘅水泥盆栽啊。可能呢有見過呢啲咁靚嘅盆栽啦，咁今日呢就會同大家一齊呢去整下呢樣嘢啦。Let's go！小琉球咧係一個水上活動嘅天堂啊！不過咧真係有唔少嘅人咧落到嚟咧，唔想曬黑，亦都咧唔想喺戶外咧咁熱啊咁曬。有啲朋友問我有冇啲室內嘅活動咧，又可以同三五知己一齊玩啊，傾下偈咁樣咧都可以係一個好療愈嘅週末喎。如果你咧又中意啲手作仔嘢啊，又中意啲 creative 啲嘅活動咧，咁呢個咧就啱你啦。今日咧我哋有藍綠社帶住我哋嚟到整呢個手作盆栽啊，咁咧分兩部分啦，就係咧整水泥盆同埋咧嗰個叫做台球嘅植物。我可以再给你们拆球的照顾方式，对，课后你可以再看。然后拆球做完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来脱模。对，现在就可以放电视旁边了。对，可以啊，基本都这样。这个盆的大小其实也可以，就直接放进这个小的。如果你去花市常会看到这种，它可能加个颜色。如果你真的想要第三个颜色，就是再加深或是再加白，比如说就是深蓝绿、浅蓝绿。跟白，对，就是同色系的，还要再加一些建材，对，来混。它灰水泥是，这难度应该比较高吧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只是教这个，但当然你上面也可以用灰的，上面用蓝绿的，对，都可以。可是它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裂开的那种。不会啊，这个是在它还没干的，它不会再掉屑屑，就变成像我们的牆壁一样，它会透气。漆水膜啦，对，类似。咁一開始咧，老師就同我哋介紹水泥盤嘅一啲做法啦。咁之後咧就帶我哋咧進入計數嘅狀態啦。咁咧因為水泥同水咧，佢嘅比例咧一定要好準確先至可以做得靚嘅。对啊，它都会有轻柔。纸膜，因为会有灰，容易沾手。对，这个是粉，然后很容易有粉尘，所以就是也是慢慢的搅。我通常都是类似这种洗衣机式搅拌，然后是用切的，比较不会粉尘扬出来。水泥溶水性很高。它其实没有溶，它就是跟水。这些加进去的好处是，就是可以看脸色的状况。对，这是一个，然后我不用再花时间，因为水泥其实加水之后，它就开始起化学反应，凝固的时间。对，等一下，让我开始用这个。如果我们从越高的地方跟越慢，它的气泡就会越少。这跟盖房子道理，因为灌浆就是要慢慢灌，对，然后把气泡压下去，然后灌的时候水泥都会有泡泡，所以就是可以敲一敲。之后两个颜色你是可以用这个来搅拌，就会变成有点类似渲染的效果。但如果你不搅拌，就是颜色分明的，棒棒去搅拌它，然后你也可以敲。好，咁老師咧示範完之後咧，就輪到我哋整啦，好緊張啊！大家都攞起筆、攞起紙咧嚟到去計數啦。然後上面对，好了哦，剛剛好。我而家要倒啲水泥落去，好緊張啊！
大家很专心呢。好，同学在很专心。我身上留一点不要倒，因为我要做。对。你们都要有动吗？对，我要有动。动就是放松。那他为什么好像不太多的样子？是这个位置吗？已經完成了。對。咁第一部分呢，我哋已經完成啦，搞掂呢個水泥盤之後呢，老師就會帶我哋一齊落手落腳咧整台球植物啦。咁台球植物呢，其實最重要呢就係水台啊。咁而家呢，就會俾大家睇下點樣整出嚟啦。咁老師好好啦，就會將所有嘅用料呢都會介紹俾我哋，要點樣處理啦，點樣去維護佢哋。然後因為這水已經差不多吸乾了，大概這樣子的量，這樣它有點多。有人在找教練，沒有火警，沒有火警，他們就會找人。可是常常會掉去啊。很不會啊，就是它動不過去的話。哦，你說阿嬤風哦，對。你說球，你說那個植物的方向一直不要變，那它有一個在左手中指上。大家咧唔好以為咁樣整咧好容易啊！其實因為水台咧係好碎啊，所以咧我哋要用一啲嘅方法技巧咧嚟到將佢紮實佢啊！用水台嚟到種植物嘅優點咧，大概咧就係又乾淨啦，又補水啦，又透氣啊！咁所以咧懶人一族如果要種嘢咧，就唔使成日淋水啦。如果你真的沒辦法，就可能就是用力塞。老師，我這樣我拿一個，塞進去。這個感覺好像有乾呢。你看，哇哦！其實盤子你可以摸起來，它已經蠻硬的了，所以其實直接拆掉就好了。它沒有，我沒有用得很 mix， 對，所以我都通常還是會用這個顏色抹了之後會比較明顯。抹了之後顏色會跑出來就好。現在還有點，我沒有顏色。你那個磨一磨，它就跑出來了。哇，你的很美。哇，哇哦！轉一轉。對，轉一轉拿水。哇，沒關係。OK。哦，這樣。對啊。打磨完水泥盤之後呢，就大功告成啦！多謝你哋收睇啊！如果你哋中意呢段影片呢，請分享、留言同埋按讚啊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去參加呢一個台球製作嘅課程呢，可以喺我哋影片嘅詳細裏邊呢睇到佢哋嘅資料。拜拜。藍綠色的理念是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小琉球的藍與綠，所以我的手作品都會除了綠色植栽之外，還會帶有一些大海的元素，像是大海顏色的盆啊，或是這是小琉球的芒果木。我也有開設一些手作的課程，那就是希望大家來到小琉球玩的時候呢，除了藍藍的海可以玩海水之外，也可以來到小琉球這邊做一些手作的植栽課程，手作的水泥盆，感受一下藍色跟綠色同時帶給我們的療癒感。謝謝。